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下面呢，先来简单的说一下黑头形成的原因。首先呢，毛囊里边会有皮脂腺。皮脂腺是负责分泌油脂的。当青春期开始，雄激素分泌会增加，而雄激素呢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而有一些微生物呢也是嗜脂的，所以它们很容易在毛囊里边增殖，并且加速毛囊周围的一些细胞的脱落。油脂混合着这些脱落的细胞，还有一些微生物就会形成一个栓子，栓塞在我们的毛孔里边。而一般情况下，这些栓子是会正常的脱落，或者说随着洗脸而排出的。如果你有角质代谢异常，这些栓子就很难洗出来，久而久之呢，会被氧化变黑，这也就是黑头的形成。当黑头被洗出，毛孔是会自然回弹的。但是如果反复的挤压或者是刺激你的皮肤，另外微生物的增殖导致的一些慢性炎症，会使得我们毛囊周围的一些真皮层缺失，还会导致毛孔周围的纤维化。这样的毛孔呢，就失去了回弹的能力，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洞，和疤痕类似。而衰老问题呢，也会加重我们的黑头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弹力蛋白、胶原蛋白都会流失，我们的毛孔的回弹能力也会进一步的变差。除此之外呢，皮脂腺是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也会加重黑头问题。以上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它的成因，这里跟大家画一下重点。首先，油脂是形成黑头的一个关键，另外油脂的分泌有利于一些微生物的增殖，所以说控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原本黑头是可以随着洗脸被排出的，所以说洗脸也是很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去角质，角质代谢异常呢会加重毛孔问题，所以去角质也是很重要的。然后第四呢，就是像挤压啊、摩擦啊，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的慢性炎症，进一步加重毛孔问题，所以说避免刺激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上的这几个原则呢，也是我在挑选去黑头的方法的时候所遵循的。我们的皮肤或者说黑头呢，是会受到几个层面的影响的，比如说基因啊、激素啊、环境因素啊，前两者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而第三者呢，大概包含了像你的作息啊、你的饮食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变化等等。比如说像在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我们的油脂分泌量会增加，并且会导致我们的黑头问题更严重。再说回到基因问题，就拿我跟我老公做个对比，他的脸是非常白嫩的，感觉像小孩一样。像他那样的皮肤呢，就是属于天生的。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博主告诉你，你的皮肤有可能恢复到婴儿般的肌肤、零毛孔什么的，我觉得一定是它本身的皮肤底子还不错。如果像我们这种油性肌肤，经常长痘啊，或者是毛孔粗大问题，想恢复到那样的状态，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要正视这一个问题。无论你是哪种成因，黑头形成的基础都还是比较类似的，所以正确的护理对于任何一种原因的黑头都会有改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护理方法呢？毛孔真的可以被一劳永逸的解决掉吗？另外，市面上这么多去黑头的方法，每一个都能对症下药吗？另外，有一些方法真的是立刻见效，但这种方法就一定好吗？我相信你心中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我目前看到的比较可靠的说法就是零毛孔是很难的，皮脂腺呢会不断的分泌油脂，你的黑头也会不断的生成。在实测视频中，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黑头到底可以多快的长出来。但是呢，黑头和毛孔问题，大家普遍认为还是可以改善的。也就是说，去黑头这件事情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抱着一直与它为伴的心理准备。下面就来说一些这些市面上常见的去黑头的方法吧。第一呢，最便捷也是最便宜的方法就是手挤黑头。高级一点的呢，用一个工具，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叠加一个黑头导出液。这一类的方法呢，通通不在我的测试范围之内。我上面也提到了，我们的皮肤应该避免物理刺激，所以这类的方法很显然呢，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很大的刺激。你有可能会说我的手法不行，我去网上查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有手法还不错的，那就是纯用夹子夹的那种方法，一点都不要挤压你的皮肤。但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呢？绝大部分的视频还是要挤一挤皮肤的。有一些呢标榜着自己是很专业的手法，但我觉得跟我自己挤没有什么两样，有的会变红，有的甚至还会出血，这样的物理刺激绝对是少不了的。而且你挤黑头肯定是3天2头就要挤的，所以说这样对你的皮肤造成慢性炎症的概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方法我是不会采用的。而那些定了型的毛孔呢，真的是非常顽固，在下一期实测视频中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它们到底有多顽固。第二个呢，就是吸黑头仪或者是黑
黑头蝉等等。这2个产品其实在之前有一阵子，我觉得风也是非常大，很多人使用以后呢，都会惊呼鼻子怎么会这么干净。但是原理跟上面的方法是一样的，无论商家怎么标榜它的产品是温和的，或者说会加一些蓝光改善你的炎症，但是只要你想把黑头从毛孔里挤出来，不对皮肤造成挤压是不可能的。日积月累，毛孔变成疤痕不是梦哦。所以这一类的方法也不在我的测试范围之内。第3个呢，就是撕拉面膜。撕拉面膜也是之前有一阵风很大，现在大家的认知也都提上来了，很多人也都不建议使用撕拉面膜了。原理跟上面的2种方法是一样的。在我搜寻这些视频的时候，我看到有个人是使用一款泰国的产品，先把那个产品涂在鼻子上，然后贴张纸，然后过一会儿把它撕下来。那真的是我见过最痛的撕拉面膜了，它在撕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那种艰难。在这里我也很想对使用该产品的人说一声在下佩服。第4个呢，就是油溶法。以油溶油，这个原理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可靠呢？我刚看到它的时候也是觉得好像有那么些道理哦。然后另外我找了不同的人对于油溶法，它在执行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第一个视频里边呢，它是先热敷，然后用卸妆油或者是荷荷巴油在鼻子周围按摩，按摩个3到5分钟以后洗净，然后敷清洁面膜，把清洁面膜洗掉以后，用冰过的或者是常温的面膜去收敛毛孔。第2个人呢，是在洗澡的时候厚厚的敷一层卸妆油在鼻子上，大概过2-3分钟，然后把卸妆油洗干净，在洗完澡以后呢，使用一款常温的面膜去收敛毛孔，最后再涂一个紧致的精华或者是面霜。这2个方法呢，我选择了前者作为我的测试方法之一。它的原理就是利用油脂溶解黑头里的油脂，让它更容易被清洁出来。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点是需要我们琢磨的，具体的细节和考虑我会在实测视频中讲到。另外这里再提一句，荷荷巴油它其实不是一种油，它是一种蜡，它跟人体分泌的油脂相似相融，但是对油这一块呢，我不是十分的了解。但总体上来说，它就是要选择一款适于用在脸上的油。我手边有一款婴儿油，它里边包含了荷荷巴油、葡萄籽油以及金盏花油，所以我的实测视频中用到的也是这款油。第5个呢是清洁面膜，这也是非常主流的方法了吧？然后你也会看到很多的测试视频，告诉你哪一款产品的效果会更好。我手头呢有 GLAMGLOW 的白罐以及科颜氏的亚马逊白泥，从使用方法上来说，也不会对皮肤造成任何的物理刺激。原理上来讲呢，它大概就是想要利用这些清洁面膜的吸附力，将你毛孔中堵塞的黑头吸出来，或者呢至少让这些黑头浮出来。有的人呢会配合粉刺针把这些浮出来的黑头刮掉，但后者就不在我的测试范围之内了。上面的那个油溶法的最后一个步骤也是清洁面膜，所以我会在油溶法里边用一次面膜，然后再单独用一次面膜去测试。具体的测试细节我也会在实测视频中讲到。第6个就是凡士林。凡士林在之前有一阵子被捧得很热，感觉是一个非常万能的成分，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单纯的一个保湿成分。这个方法当然也不在我的测试范围之内，但我看了网上的视频，它无非就是先把凡士林敷在鼻子上，然后再贴一层保鲜膜，然后再热敷个30分钟，最后呢再把它挤掉。其实我感觉吧，它可能就是利用了热会使毛孔张开的这个原理，你敷不敷这个凡士林，可能效果都是这样子的。而且那个视频里边那个人最后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没怎么挤出黑头，所以这个方法呢大家也就不要尝试了，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用。第7个呢就是刷酸，这个方法也是非常主流的。比较火的那款产品呢就是宝拉甄选的2%的水杨酸精华。水杨酸呢它是脂溶性的，它不仅可以去角质，它还可以进入到你的毛囊内，抑制细胞内油脂的分泌，另外它还可以抗炎。这么全面的成分当然在我的测试范围之内了。除了水杨酸啊果酸以外，其实像 A 酸 A 醇也是可以减少油脂的分泌，帮助我们去角质。但是因为我之前提到过 A 酸 A 醇是有一定的致激风险的，虽然说外用的致激风险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所以说 A 酸 A 醇这一类暂不在我的测试范围之内。第8个就是烟酰胺。
这个其实我之前没有很关注这个成分，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一个美白成分，但是我看了一个博主的视频以后，我了解到它其实是有调理毛孔的作用，它的原理呢也是减少油脂的分泌，抑制炎症。但说实话，我对这个成分不是特别的熟悉。相对水杨酸来说，水杨酸还可以去角质，相比烟酰胺来说，似乎更全能一点。因此烟酰胺呢不在我这次的测试范围之内，但之后呢我可能会买来用一下哦。第9个就是一些天然材质，比如说蜂蜜啊、糖啊、牛油果呀、鸡蛋清啊，我个人感觉还是不要尝试了吧，因为真的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下面就来总结一下我们以上说的一些内容。首先，在搜集这些方法的过程中，比较主流的方法呢就是刷酸、清洁面膜以及油溶法。但是有一种方法大家都默认不提的，就是清洁。其实清洁是非常重要的方法，甚至是最基础的方法。其他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在洁面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无论哪种方法想要声称自己有效，就一定要跟洁面后的状态去做对比。如果你只是跟洗脸前的状态去做对比，那你就很难准确的告诉我是洗脸起到了作用，还是这个方法本身。另外就是我们采取一些特殊护理方法，我们内心的期待是它的效果至少要大于洁面本身。如果不能比洁面更有效，那我们还折腾它干嘛呢？特殊护理呢，往往都是1周1次，或者是几周1次。针对这类方法，如果你使用的当下看起来还不错，但是睡一觉醒来就被打回原形，那这样的方法在我看来也是不值得的。还有呢，就是在搜集的过程中，我发现热敷是一个普遍的要求，个人经过实测后也是认同的。但是最后一个收敛毛孔的步骤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建议用一些收敛的精华或者是收敛水，还有的人建议使用一些冰过的或者是常温的面膜，也有人非常不建议冰敷，也有人什么都不用的。这些方法呢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我有一些个人的看法。首先呢，就是我很喜欢冰敷，看过我其他视频的小伙伴可能也会发现，我是一个经常冰敷的人，无论是晒后修复，或者说扭伤，还有做射频或者是果酸以后，我都会冰敷。我往往都是拿一个在冰箱里的冰过的水去喷脸。冰敷相对热敷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收缩血管，降低局部的发红以及炎症。在医疗上呢，冰敷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无论是在烧伤、一些运动伤害或者是发烧的时候。所以我并不认为冰敷本身会对你的皮肤造成伤害，除非你用温度非常低的东西长时间的敷在某处，那可能会有冻伤的风险。但是如果只是用冰水喷一喷脸，很显然不会有冻伤的风险。此外呢，就是像一些收敛水它其中很有可能也是添加了像酒精这一类的成分，原理也是帮助皮肤降温。我在实测视频中也包含了冰敷这一个方法，到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其实在对抗黑头的这么长时间里，我也不能说某个方法是单一的绝对的有效，更多的时候是需要你的综合护理。我也知道其实以上提到的很多方法都不新鲜，大家去翻一翻视频都能找得到。但我在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心里的一个疑问其实就是大家并没有告诉我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应该抱有一个怎样的期待，或者说他们给的期待真的是太高了，比如说水煮蛋肌、零毛孔之类的。我在使用了一阵子以后，我发现这样子的目标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这是不是就能说明它没有效果了呢？如果你抱持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去用这些方法，你会觉得他们都不奏效，然后你就会换下一个，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都没有效。但事实上可能并不是这样子的。另外就是有一些方法大家会说是有效的，那它到底有多有效？它有没有一个极限？也就是说，它让我们的皮肤干净到某一个程度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再更干净了呢？我们在使用某一种产品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以后，是不是就应该换一种产品，或者说叠加一种产品呢？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疑问。做这个测试的视频呢，也不仅仅是想看这些方法哪个更有用，更多的是想把它融入到我的日常护肤习惯里边，那些没有必要的、性价比不高的就舍弃掉，少花点冤枉时间，也少花点冤枉钱。另外就是使用完这些方法以后，怎么去观察它有没有效果呢？我个人是采取拍照的方式，先每天诚实的记录。如果仅仅凭肉眼去观察，不明显也不客观，而且很容易主观性的漏掉一些细节。比如说，你就是倾向于认为它会有效，你在观察你自己的时候，很有可能也会倾向于认为它确实是缩小了。我们的肉眼只能看个大概，
很多细节还是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客观的图片去进行对比。因此，在我的护肤实验中，我也尽量遵循这样的原则，摒弃自以为是，用客观事实说话。当然啦，我的科学小实验也是不完美的。如果是趋于完美的科学实验，受试者当然不会只有我一个。我的实验设计呢，也没有足够的严谨，我的变量控制呢，也没有那么完美。虽然它不完美，但我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所有的观察和分析也尽量是用科学的眼光去对待。我认为结果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这一期呢，就像是一个小综述。如果大家对下一期实测视频感兴趣呢，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